S70猎人 B 还没有正式使用，就要面临全面推倒重来的问题。10月5日，一架 S70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被一架苏57击毁，残骸坠落在康斯坦丁尼夫卡附近，这里距离乌军防线后方仅16公里。S70坠毁之后，乌军就将残骸拉走了，估计第二天就会出现在美国实验室里。S70对标美国的中程僚机，采用飞翼布局，具备隐身性能，部分系统直接取自苏57。按照俄罗斯自己的说法， S70可配合苏57执行侦察、打击等任务，结果进入乌俄战场后就被击毁了。问题来了， S70的真实性能如何？技术泄露对俄罗斯有什么影响？10月5日，苏30与苏57从俄罗斯本土的阿克图宾斯克空军基地起飞，这里距离乌俄前线大约587公里，目的就是在复杂电磁环境和真实战场中测试 S70的战斗性能。只是在测试的过程中， S70失去了控制，并向乌克兰腹地飞去。为了避免 S70被乌军捕获，技术出现泄露，随行的苏57发射了2枚空空导弹，将 S70击落。之后，俄罗斯还发射了1枚伊斯坎德尔导弹，想摧毁 S70的残骸。不过，导弹来晚了。S70坠毁之后，附近的乌克兰快速反应部队就抵达现场，将残骸打包带走了，其中包括相对完整的机体碎片、雷达、电子干扰与电子支援模块、敌我识别器以及 ALCF 发动机的5加力版本。按照接下来的发展， S70一直隐藏的隐身秘密即将暴露。就像当初的米格25一样，在叛逃事件还没有发生时，欧洲一度认为在这架极速 3.2 马赫的战机面前，自己引以为傲的空中优势会丧失殆尽。后来才发现，米格25其实就是将不锈钢制成的砖头装上发动机，笨重，机动性差。一旦与美军新式战机进入近战格斗，米格25就是死路一条。S70坠毁事件发生后，俄罗斯一直隐藏的隐身秘密也会暴露在北约面前。对于战机而言，隐身性能主要与机身结构与隐身涂层有关，只是俄罗斯的隐身涂层，火力军持有怀疑态度。2023年，乌克兰工程师分析了一枚俄罗斯 KH-101 导弹的残骸，按照俄罗斯的说法，该导弹具有隐身涂层，而根据乌克兰新闻网站国防快车报道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。研究表明 KH-101 导弹并没有减少辐射反射的涂层， S70是否配备隐身涂层也是一个未知数。S70的机身结构则是典型的飞翼布局，这种布局方式近些年比较流行。美国的 X-47B、RQ-170， 欧洲多国联合研制的神经元无人机，英国的雷神都属于这一类型。采用飞翼布局的飞机的确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，背腹式进气道没有垂尾，机身没有明显的雷达反射结构。但对于 S70而言，机体是否存在细节问题还不得而知，具体情况可以参考苏57。隐身飞机的机体表面要尽可能的光滑，即使是轻微的投影也会影响飞机的隐身能力。而苏57的机体上到处都是裸露的螺丝头和铆钉， S70的技术大多源于苏57，很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。在 S70的残骸中也能发现机体上的铆钉。此外，从 S70被友军击落的情况来看，其可靠性也有一定的问题。从目前流出的视频来看， S70身后拖着一根凝结尾，等于明摆着告诉别人我在这里。一般情况下，隐身飞机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俄军给出的解释是，这是一次战斗评估，测评结束时，无人控制系统发生了此前从未发现的漏洞， S70脱离战斗执勤区。为了避免 S70被乌军获得，随行的苏57选择将其击落。在俄罗斯之前公布的视频中， S70的飞行方式主要由地面控制台负责，需要提前设定航线，从 A 点到 B 点，再到 C 点，然后再跑回来，没有自主飞行的能力。而操作 S70需要一个3人小组，由操作员、导航员和通信员组成。操作员的位置与普通飞机的驾驶舱类似，有传统的控制杆与各种多功能显示器。不过，根据对残骸的分析，一位乌克兰分析专家声称， S70的飞行依赖苏57作为中继的无线电电路，而不是像北约 Link 16那样以网络为中心。一定程度上来看， S70更像是配备基础飞行能力与无线电控制的滑翔机。在乌俄战场这种复杂电磁环境中， S70的控制出现问题也不是不可能。也有消息认为 S70这是被劫持了。劫持无人机并不是什么新鲜词，只需要得到无人机的射频频段，并对这些信号进行调制解调，就可以得到二进制数据流，实现控制指令破解。一般的民用无人机每7毫秒就会收到一次遥控器发出的32字节控制数据。理论上来说，只要使用一个假遥控器，
使用更大的频率去发射调制后的指令，就能控制这架无人机。当然，军用无人机，特别是像 S-70 这种号称可以隐身的无人机，安全性会很高，但是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如果 S-70 采用新一代数据链与卫星通信天线这种波束指向性极好的控制方式，想要通过通讯波束对其进行干扰或者劫持，没那么简单。只是很可惜 ，S-70 的飞行依靠苏57作为中继。当然，随着无人机的发展 ，S-70 大概已经具备自主飞行的能力，但可靠性堪忧。这次坠毁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自主飞行系统出现故障，飞机不受控制地飞向乌克兰控制区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俄罗斯13年磨一剑，结果剑还没有被磨出来就要换刀了。S-70 还没有正式使用，就要面临全面推倒重来的问题。就纸面性能来看 ，S-70 还不错，结构为前3点起落架，与典型的后掠式飞翼布局，采用背部内埋进气口与 S 型进气道设计，体型也比北约同类机型大得多，翼展20米，甚至比苏57还要大，最大起飞重量约为25吨。发动机与苏57一样，都是 ALCF， 不过是5加力版本，也不具备矢量推力。主要通过机翼后缘的6个气动舵面控制飞行姿态，飞行速度约为 0.8 马赫，航程为6000公里。2个内置弹层可以挂载2吨弹药。虽然俄军已经进行过无制导炸弹与空空导弹的发射试验，但是 S-70 具体挂载什么武器暂时还不清楚。不过 S-70 坠毁后，乌军在这些残骸中发现了 UMPB D30SN 精确制导炸弹。至于 S-70 的任务主要就是监视、侦察以及对地打击，至于空战任务可以交由苏57负责。纸面性能够好吧，拿时间换的。S-70 的研制工作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苏霍伊设计局进行，于2017年首次亮相。经过新西伯利亚飞机制造厂一系列的地面测试和滑行试验后， S-70 于2019年8月在阿赫图宾斯克契卡洛夫国家飞行测试中心进行了首飞，但总体性能有些不尽如人意。S-70 最初的设计虽然考虑了隐身设计，但是采用铝制机身蒙皮加上尾喷口外露，飞机舱门与接缝大量的十字铆钉， S-70 不符合隐身攻击的要求，于是俄罗斯又对 S-70 进行了修改，性能相对好了一些。2021年12月 S-70 第2架原型机公开亮相，外壳更精致，接缝更少，发动机喷口采用了新的扁平喷口，以减少红外和雷达信号，机背也去掉了各种天线，于2023年7月首飞，并进入国家试飞中心进行测试。这是 S-70 获批量产之前的最后一步测试。最好的武器试验场就是战场。2023年 S-70 在乌俄战场进行了实战测试，用 KH-59MK2 防区外巡航导弹攻击了乌克兰苏美地区的乌军。测试了差不多半年之后，俄罗斯觉得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在2024年1月26日宣布 S-70 进入测试的收尾阶段，预计在2024年下半年在新西伯利亚州契卡洛夫飞机制造厂正式投入量产。结果生产线刚准备建设， S-70 就出现问题了。乌克兰获得 S-70 的零件之后，大概率会直接送到北约进行检测，这也就意味着 S-70 与苏57都要面临技术泄露的风险。S-70 坠毁，残骸被乌军捡走，导致俄罗斯需要面临2个问题：相关技术改进，避免同类故障再现，以及是否会泄露技术信息和情报。接下来，俄军大概会将所有的 S-70 返回契卡洛夫基地进行重新测试，看看在特定工况下是否会出现类似的故障。技术改进比较好解决，问题在于技术泄露。对于俄罗斯而言， S-70 的零部件被乌克兰捡走，用不了几天就会出现在美国实验室里，这甚至会影响到苏57。S-70 的分系统大部分都取自苏57，比如 S-70 的发动机与苏57是一样的，都是 ALCF1， 只是 S-70 的属于5加力版本。雷达、电子干扰与电子支援模块、敌我识别器等也与苏57属于同一级别。别说这些机上分系统了，就连把飞机残骸拼起来，北约都能推测 S-70、苏57的制造技术。工程师可以根据结构判断 S-70 可以从哪些角度对抗哪些波长。这些情报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 S-70 的隐身能力，甚至了解如何击败苏57。总的来说，俄罗斯应该是想要在复杂电磁环境与真实战场中测试 S-70 的战斗性能，从而收集一些实战数据。没想到反而拉了个大的，本来 S-70 就要量产了，坠毁之后量产计划恐怕就要延后了。对于俄罗斯而言，唯一的好消息就是苏57总算有一次实战击落记录了，虽然这个记录是友军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 S-70 坠毁对于俄罗斯有什么影响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